今天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第5次会议，也正式启动第2届委员会的任期。在会议的一开始，我要代表政府感谢第1届全体委员这1年多来的专业贡献与建言，协助政府确立国家减碳目标、整合跨部会行动等多项关键工程，为台湾的净零转型奠定重要的基础。接下来，净零转型将全面进入加速落实的阶段。过去几个月，丹纳斯台风、华加莎台风接连来袭，对云嘉南和花莲造成严重灾情。而在每一次的挑战中，我们都看见台湾社会的良善与韧性。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坚守岗位的第一线人员，以及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救灾超人。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，完成各项复原工作。除了风灾、水患、异常的酷热也笼罩全台，持续到10月的高温，就是最清楚的警讯。这样的气候灾害未来只会更频繁、更严峻。从亚洲的暴雨、欧洲的热浪，到美洲的森林大火，极端气候已经是全球的新常态。持续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。与此同时，国际的贸易格局也正发生剧烈的重组，新的关税壁垒、新的绿色供应链要求，都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带来复合式的挑战。来自气候与经济变化的双重压力，也对社会造成不安，加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但政府的态度很明确。我们一定会做人民与产业的后盾，坚定转型的方向，让台湾迎接挑战，成功转型，稳健迈向世界。政府会全力维持电力的稳定供应，确保民生与产业的用电需求。对于受到国际形势冲击的产业，特别是中小微企业，政府也会持续提供各项协助，一起克服挑战。正因为外部的挑战如此严峻，我们更要坚定内部的转型，因为一个更具韧性、更能适应气候变迁的台湾，才是一个经济更自主、国力更强盛的台湾。台湾正走在转型的路上，并且大步前进。就在上周，环境部公布台湾循环经济路径图草案，我们预计最快在明年正式公布2050年循环经济路径图，也正在推动资源循环法规的修法工作。去年，台湾绿色科技产业的附加价值已经超过5000亿元，占 GDP 的2%。其中，循环经济、再生能源系统、能源效率领域的附加价值，更占了绿色科技产业的3%，显示出关键地位。这是台湾近年来积极推动循环经济以及能源转型政策的具体成果，证明绿色成长是驱动国家整体发展的强大动能。我们要继续强化这股动能，让转型的契机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因此，做到政府领航、民间齐心，共创净零转型的新局，是我们加速落实阶段的关键课题。我们除了要倚重所有委员的专业，稍后也要特别借重简佑新顾问的宏观视野，给予我们勉励和提醒，让我们在公私协力上可以做得更好、更到位。而我们一切的努力，就是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，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因此，今天的会议将聚焦2大议题。第一是人民的安居，一个更节能、更不怕风雨的家，就是韧性国土的基础。稍后内政部将报告近零碳建筑的转型与展望，包括设下2030年可达成住宅部门减碳35%的目标，来为这个重要的工程擘画更清晰的蓝图。第二是人民的健康。我们推动净零，不只是为了减碳，更是为了干净的空气。环境部将会报告
净零路径下空气污染改善的共效益契机，探讨如何创造双赢。在转型这条路上，挑战很多，但我们不能够因为眼前的风雨就偏离正确的航道。未来政府会持续努力，并结合更多民间力量，逐步强化台湾各地面对灾害的能力，建立更完整的气候调试机制，提升各城镇的韧性，在台湾打造韧性廊道，来因应各类型的挑战。这是一场攸关国家未来的总体战，需要政府、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携手合作，让我们凝聚所有的力量，化挑战为契机，共同打造一个更好、更强、更具韧性的台湾。谢谢大家。感谢总统致辞。